Hello， 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欧阳的 ComfyUI 教程系列啊。那么经过我们上期了解了基本框架以后呢，这一期本来想跟大家分享其他的框架，但是经过仔细的考虑呢，还是把我们常用的工具和插件再科普一下吧。OK， 那么说到这里呢，这一期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个重要的插件啊。第一个插件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提示词汉化插件啊。像之前我们在 Web UI 的时候，有各种补齐啊，有汉化呀，各种实时翻译啊，对不对？那么这一期呢，一样，首先我们要分享的就是这么一个提词翻译，一组这个自定义节点。第二个呢，是一个自定义脚本，我们可以翻译过来，它的名称就叫自定义脚本。但是有些人呢，我习惯称它为这个瑞士军刀啊，它就是集合了很多这个 Web UI 当中实用的小功能，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其实很多方方面面的，比如说这个 embedding 进行一个补全还有下面的一些这个二级菜单，以及这个网络对齐，包括一些模型，我们都可以查看这个模型的资料啊。具体它这个资料是连接到 Civita 的这么个网站，以及颜色的自定义啊，或者是网页上的小图标啊，等等等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来到我们文件夹，这里其实我已经把这两个插件都打包下载了，我们直接放到我们 ComfyUI 的目录下面来啊，还是这个 ComfyUI， 找到我们的 Custom Notes， 然后直接粘贴过来，一个一个的解压，我就直接把这个文件夹直接拖拽进来。之后我把这两个文件会分享到我们这个网盘里面来啊。回到根目录，我们直接运行这个 run。打开以后呢，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啊。之前有朋友说安了这个 manager 以后呢，会提示那个什么正在更新还是什么的，这个是正常的啊。现在我们直接点这个 manager， 然后点击安装节点，这时候它就会检测节点的列表，它会更新列表，因为这个列表很多插件都在更新，它这个列表也在更新，所以说每次打开的时候呢，它都要检测一下这个插件列表。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如果你这个地方过不去，那就是网络配置不行，就不要用这种方式安装了啊，就用我们刚才的那种土方法，从那个欧阳的网盘下载解压就行。那但是有的时候一些文件你解压了以后，它可能还需要二次的再在网上配置下载，那这样的话呢，还是没有办法，还是需要一个网络配置，看具体情况了啊。在这个地方呢，也可以安装这两个插件，这个插件我们直接搜索它的名字就可以，就是它的网址啊，这个网址，又或者是我们先搜索吧，这样直接放过来以后搜索一下，是不是就这个找见了吧？第二种，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可以直接复制完整的网址，来到这边，我们退出来以后呢，在这里通过 GitHub 的这个 URL 完整连接进行安装，我们把这个连接放进来，一样点击确定就可以拉取了啊。那要注意的是，这个通过这个地方安装所有的节点啊，都是需要配置网络的啊。OK， 那么说完这一点以后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这个汉化。首先呢，我们来加载一个默认的工作流吧。那么这里我们先看一下，安了这个汉化插件以后，我们右键新建节点，这里是不是就有个 ALKE 的节点组了？那么这就是这个插件提供给我们的，这应该算是一个插件包啊。我们所有下载的这个插件呢，但凡是节点呢，它都会是一系列的节点，一个包啊。有的拓展包是比较大的，有的拓展包是比较小的，像这个拓展包就比较小的啊，它是比较轻量化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条件，这里我们要说的条件是什么呢？条件就是这个文本 clip 啊，我们的文本 clip 其实可以看到输出这个地方就是条件，所以在我们这个菜单里呢，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条件，全是关于文本 clip 处理的。那么这就是一个条件分类啊。那在这里呢，我们直接看到条件有3个文本，这里我们挨个给它罗列出来吧。然后我们再把第二项啊，这个文本啊，文本也有3个，我们也全部给它罗列出来。除了这些以外呢，它这个包里呢，我们再看一下，还有这个拓展和图像，这2个就没什么了啊，这是它带的一些小功能。比如说拓展是一个预览文本，图像呢其实就算是一些小的插件和工具吧。这个是绘图，我们未来呢可以把这个东西放到我们 ControlNet 或者是图像处理的流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可以随便的涂鸦啊，图像下面有个姿态，那么这个呢就是 ControlNet 了，明显就是一个 ControlNet 的调节姿态，我们可以自由的调节，这是一个调节面板啊。之后如果用到了，我们可以想到它调出来看一看，主要还是中间的这么3类的文本翻译。那这2种我们来看一下，上面和下面有什么区别呢？上面呢是文本编码器，就和我们这个工作流里面的文本编码器是一样的啊。它负责2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呢接收我们输入的文本，第二个动作呢直接编码成 token。其实这个条件也不太对啊，我觉得翻译过来这个地方的 clip 编码，它其实编成的是一个类似于 token 标记啊，传送给我们这个 K-Sampler 里面进行模型的这个调整的。所以说这个地方我觉得怎么说都有点怪啊，怎么看这个名字都有点怪，翻译过来叫条件。所以说知道这个以后呢，就知道我们下面的这2组插件啊，就上面3个和下面3个的这个文本呢有什么不一样了啊。这里就是3个步骤了，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一个男人
对吧？接受我们的文本，同时呢进行一个翻译，翻译完以后再进行一个 encode 一个编码，再传到我们模型里面来。那这3个呢，我们通过简单的这么个选项呢，其实也能看得明白啊。第一个是简化版的，就是最精简版的吧，我们通常用这个就可以啊。上面的选项就是我们要翻译什么语言，可以让它自动识别，又或者是我们直接选择我们输入的中文，对吧？然后下面呢是自动翻译到英文。那么这个版本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有一个代理的，我们可以开启代理啊，来选择翻译引擎，这是带引擎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选择谷歌翻译，又或者啊，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引擎或者 API。那这里呢，我们可以手动设置，包括下面也有这个选项啊，我们可以设置不同的这个引擎以及上面的代理地址啊，这是我们单独设置的，这个比较高级了，功能比较多。那么后面这个呢，可以看到它没有指定翻译引擎，其实这个默认就是用的谷歌的翻译引擎。然后这里呢，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个可以看到有手动的翻译，我们可以开启啊，进行一个手动的翻译。所以基本上呢，我们用这个啊基本版本用会了以后，大家去研究这2个有什么用，或者想配置一下其他的引擎，比如说你有更好的翻译引擎的 API，Deep 的这个翻译引擎现在是我觉得是质量比较高的。OK， 说完这个以后呢，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删掉了。那么下面的这一排，那就可以看到区别了，它就不带编码。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这个节点的输出呢，它就是直接 clip 输出的，对吧？我们这个 clip 就直接能输入到模型这边来。那么这边没有带，可以看到没有带怎么办？那这里呢，我们就说到了一个在节点方面呢，算是一个基础的一个知识，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知识吧。在这个 Conv UI 里怎么形容呢？其实在 UE 里，这个操作叫做参数提升为变量。我们可以把任何一个节点里面的参数提升成为一个单独的变量，然后单独的输入。那这里呢，我们可以找到 clip 这个文本编码器。如果我们想单独应用这个 text， 其实输出啊更准确的是 string 这个类型。然后呢，我们可以直接右键这个节点，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个 convert text to input， 就是将我们的文本转换为输入。在这个地方有的地方是没有翻译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转换为中文吧，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在文本这个地方它已经被翻译了，转换文本为输入。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它现在呢这个地方就需要一个文本的输入了。那这样呢2个类型就对了，对不对？下面的文本对上面的文本，我们直接输入给它。同样这种方法，我们也可以在正向提示词进行一个转换。那这种提升变量的方式呢，我们在节点里是非常常用的。什么情况下常用呢？比如说我们这里有2个 ksampler， 我们复制一个，然后呢再粘贴出来。那这一组呢和上一组呢生成的内容不一样，就是比如说题词不一样，2组不同的题词。但是我想让这2组的比如说随机种子是一样的，我不想让它变化，对吧？又或者是固定某一个值，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值提出来。我们在这里右键可以看到，这里我们也可以转换随机种子提升为变量。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输入一个值了啊。那这个值怎么输入进来呢？它是一个数字的值，对吧？那在 Conv UI 里呢，其实挺方便的。我们这里有一个节点啊，新建一个节点，点击实用工具，在下面呢，我们可以找到第3个原节点。那这个原节点它就是可以匹配任何输入进来的类型。比如说这里我们把这个随机种子直接给它拖拽过来啊，它所代表的就是随机种子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固定随机种子，之后呢，让我们下面这个 ksampler 也使用这么一个值，那它其实就变相就已经成为一个变量了。我们把这个变量呢，再输入给我们这边的一个随机种子，我们也给它提升上来，然后我们也给它输入进来。那这样的话呢，这2个 ksampler 其实用的就都是我们这个变量的随机种子了，对吧？那么通常呢，在节点模式下，当我们想共享数据、共享参数的时候，都会用这个提升参数为变量这样一种手段。那这算是一个节点当中比较小的知识点啊。当明白这个以后，我们也可以把它还原啊，转换随机种子为组件啊，就把它继续转成这个参数了啊。这里因为之前我们一些小的细节没有说啊，我们再带着说一说啊，以后每期都带一带这个小的细节。比如说我们想框选，就摁住 Ctrl 来全部框选；如果想移动呢，摁住 Shift；想删除呢 Delete。然后回来以后呢，这里呢我们就可以为文本进行一个输入了。那翻译的时候，我们只需要这里直接输入一个小男孩走在花园里。然后我们直接默认这个值啊，直接来给它生成。OK，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生成的图像就是我们提示词所描述的图像了，对吗？那么有时候呢，在我们输入提示词的时候，它可能这个描述呢并不准确，对吧？触发词呢并不准确。那么我们要如何查看这个文本呢？那之后呢，我们就来直接用这样一个带编码的吧。这个比较简单，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不能多次批量的来组合文本。那我们先把上面这个文本给它取消连接，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直接把它替代了，把这个删除了，把这个挪上来，对吧？把条件同样输入到采样器里，把模型的 clip 给它传进来。这样的话，我们同时翻译以后就编码进去了，对吧？同样，我们这边来一个女士
坐在窗边。当我们想看文字的时候，就它翻译了什么英文啊，这个原英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到下面的这样一个展示文本啊，又或者是我们之前所安的这个瑞士军刀啊，它这里也有一个 show text。那这里我们右键打开这个节点，在实用工具里面有一个展示文本，那这个也是一样的。然后呢，我们直接把这个文本信息可以看到这有个字符串，对吧？直接输出给这两个，其实是一样的，功能是一样的啊。然后呢，我们再重新生成一遍，我们把这个位置调整一下，在这里我们 key simple 就不用了，我们可以把它瞄掉。瞄是怎么瞄呢？就是 Ctrl 加 M 就把它关掉了啊，关掉以后到这它就不走了，就不会生成了。然后我们直接来 Ctrl 回车。这样的话可以看到这两边展示的文本啊都一样，一个女士坐在窗边，那这就是它的原文本，给到我们这个模型的一个原文本，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查看。这就是我们第一个翻译插件是如何运用的。那么既然说到这了，我们再拓展的说一下这个文本编辑吧啊，在我们这个瑞士军刀里呢，它除了有一个文本预览，还有一个这个字符串操作。其实用英文它是一个 function， 它是一个函数啊，就字符串的函数。当我们点开以后，你会看到这里呢是有 A、B、C 三个字符串，那它的方式呢可以是替换，也可以是拼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方式啊，下面这个 replace 就替换，上面这个 append 就是拼接。比如说这里我们打，因为它不是翻译啊，这个不是翻译，我们就这么随便输出一下，3个1，3个2，3个3，然后我们把这个挪过来。复制一份过来，挪下来，然后这边呢，我们就直接实验这一个字符串的一个拼接，我们直接运行。那现在你会看到这边展示的文本就是1、2、3，把我们这3条全部拼成一条了，对不对？那么这边呢，我们如果把它改成 replace，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条把下面2条都替换了。那么有这样的一个 function 呢，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题词的一个组接。比如说啊，这边呢有几个翻译题词，我们给它输入进来。那第一个、第二个和第三个，比如说一个题词是人物的，一个是环境的，还有一个是输入氛围的，等等啊。我们这里假设一下，然后我们把这些所有的 text 文本直接全给它提升了 ，A 转换为输入。B 转换为输入 ，C 也给它提升了。这样的话，我们3个输入就全是变量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将我们这个文本直接给到变量1，给到变量2，给到变量3。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拼接3个文本，然后在这边直接输出。我们把 replace 改成 append， 进行一个拼接。比如说这边一个小男孩，下面呢我们来场景走在花园中，在下面呢我们给他一个，比如说是黄昏的夜晚。那这样呢，我们直接来进行一个输出，然后我们稍微等待一下，让它挨个全部翻译完，这边输入进来。那这边就可以看到，它就帮我们输入了一个完整的，而且拼接以后的这个提示词。而且这个提示词你可以看到，它还有这个符号。那这个符号呢，其实我们的模型呢也能识别。那最后呢，我们这边这个字符串呢，就可以直接给到上面的 clip 文本。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不是用这个了？就不用这个了，我们用的是哪个？用的是这个啊，直接编码器了。文本编码条件传过来 ，clip 传上来，文本呢我们直接从这边给它传上去。那这样的话就形成了我们这个文本的一个编辑工作流了，对吧？然后现在呢，我们直接让它生成一个图片吧，我们 Ctrl 加 M 把它还原，然后重新来生成一下。OK， 那么现在呢，就是一个开心的小男孩走在这个黄昏的街道上，但是我觉得这个画面怎么有点诡异呢？因为我们这个模型确实是需要加一些质量描述词啊和一些修饰词的啊，不然直出的话还是不像 SDXL 那么人性化啊。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辅助脚本啊，我们这个军刀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一些小功能，你可以看到上面这个图标已经变了，对不对？然后我们还可以把我们下面的这个图像展示出来，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是有图像的，对吧？最后我们在设置这里再看一下啊，其实设置这里多了一些有用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文字补全，我们可以点击一下自定义语言，让它读取一下本身的这个 txt 这么一个文件啊，我们稍等一下，点击加载，这样它是直接从网上加载它默认的这么一套补全文件的，我们直接点击保存。这个时候我们来到一个文本提示框，我们直接打 one go， 是不是可以看到这就相当于一个命令补全，然后打一个 year， 可以看到蓝色的眼睛，红色的眼睛，对吧？这就相当于我们之前常用的这么一个补全的方式。还有刚才我们打 embedding， 就可以看到我们下面所有文件里安装的这个 embedding 文件了，只要是后面有这个标志的，那么它都是 embedding 文件。我们直接点一下呢，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负面嵌入在 Civity 的一个具体的资料，它是做什么的，包括我们这个主模型，我们右键啊，我们也可以在下面看到有一个查看信息，点击查看信息呢，它也会读取这个 Civity 的一个模型数据内容。我们也可以直接点到模型的这个 Civity 的网站去看模型的详细细节，对吧？之后呢，我们再来看过来这个设置啊，在设置下面呢，你会发现会多了很多选项啊，比如说下面有一个图像面板位置，现在是在下边。那我们如果把这个图像面板位置放在左边，然后关闭，这时候呢，我们再看这个菜单右上角小齿轮旁边有一个图像这个小按钮，我们点击一下，可以看到我们左边呢就有这样的一个菜单。当我们出图的时候呢，左边它就会有一些历史记录，然后我们可以点击来看到一些图像，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比如说在这里啊，我们要进行一个重绘，然后我们也可以
直接把这个图像拽过来。那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这个图像拖拽到这个里来呈现它的这个工作流。比如说我们现在清除了，直接拖拽一个图像拖进来，那么这个工作流呢自然也就进来了。同时呢，它在上边也可以设置一下这个边框的样式，比如说图像的大小，又或者是它的整个的一个大小。OK， 那么这就是它这样一个便捷功能吧。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它还有什么功能啊？对，还有一个自动排列。可以看到现在加载模型我们是一大排，对吧？你的模型越多，这一排越长。但是安装这个插件以后呢，我们可以点击这个设置，在下面呢有一个子菜单啊。这个子菜什么意思呢？它又自定了一个节点，比如说我们加载器下面有一个 checkpoint， 然后加载器是一个 pass 啊，就是它的一个缩写，应该是一个缩写啊。然后呢，在这里我们再点击模型，可以看到它就帮我们分了一个文件夹啊。每个文件夹里呢，我们放的模型就不一样。而且对于这个主模型来说，如果我们有图片的话，可以看到，对吧？有图片它是可以展示的。另外就吸附网格，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移动的时候，它可以吸附我们任何一个点，包括设置一些它的组件。比如说我一个组件摆出来以后，在管理这个地方，我可以设置我一个组件摆出来是什么值。就比方说我这个 Ksampler， 我每次出来以后呢，我要设定一个固定的步数，设定一个固定的 CFG 或者是采样模式。OK， 那这基本上就是这期跟大家分享的2个脚本和其中涉及到的一些小知识吧，也跟大家顺带的分享一下。其余的功能呢，大家也可以进行摸索一下 GitHub 大家也可以上去看一看。最后呢，又想起来一些小的零碎的操作啊，基本上就没什么。比如说我们想改变任何节点的一些样式啊、颜色啊什么的，其实在这里都有啊。我们直接节点右键就可以看到颜色、形状，锁定，点击锁定，动不了了，对吧？其实这个功能本身 Conf UI 也有，就是这个固定。我们把解锁以后呢，其实固定了以后它也是动不了的，点击固定。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看不到啊，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固定，它是没有提示的，不方便管理。我们改变一下颜色，然后最重要的可以改变一下 title， 把这个标题我们也可以改变一下，比如说正向提示词，这都是一些小的设置啊，包括点击前面这个它就折叠了，很小的一些设置呢，我就不在这个教程里详细的说这些了啊，大家摸一摸啊，或者是之后的教程里顺带的用到了，我们就随便展示一下，大家也就知道这些功能了啊。OK， 那么这就是这一期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了。那我们下一期再来正式的分析其他的拓展模块，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如果对 Conf UI 感兴趣的朋友，就千万不要忘了关注欧阳这一系列教程了。那我们下期再见。